2025年5月7日爆发的印巴空战已然成为现代战争史上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日凌晨，印度发起代号“朱砂”的三军联合打击行动，对巴空克什米尔地区9处目标实施突袭。这场军事行动迅速演变为检验中式空地一体系统实战效能的试金石。巴基斯坦空军在数量劣势的情况下，击落3架法国阵风、1架苏30 MKI、1架米格29和1架苍鹭无人机，合计总损失约9.14亿美元，取得了交战双方武器装备没有代差的情况下，自身无一损失的现代空战史上罕见的战损比。显然，巴基斯坦展现的作战优势，根植于其近年来整套体系已经从万国牌转向在中国技术支持下精心构建的多层次、立体化的防空作战网络，即通过先进数据链将预警探测、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和电子对抗等要素有机融合的完整作战体系，加之该体系针对印度空军弱点的精准设计和巴基斯坦灵活且娴熟的战术应用。当日凌晨1点28分左右，在2架 A-50EI 预警机的组织下，同时探测能力较低的国产 EMB-145I 天空之眼预警机提供伴随电子干扰。印度出动了多达80架的战役级庞大机群，包括法制阵风战斗机，发射了斯卡普巡航导弹和铁锤精确制导炸弹。俄制苏30 MKI 则发射了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还有包括米格29在内的多种战机担任防空警戒、佯攻掩护、电子干扰、反辐射作战等职能。而以色列制苍鹭无人机在3小时前已经在高空盘旋，以实施监视、电子侦察和干扰等职责。印度空军深入袭击前程军、穆罕默德军及真主穆斯林游击队3大武装组织的重要据点。最接近印巴边境的目标包括西亚尔科特境内2个营地，距离边境仅6至18公里。最深入的攻击为距边境100公里，在巴哈瓦尔布尔的穆罕默德军总部。相信在预设的攻击方案中，巴基斯坦空军如果进行截击和防空反击，印军将顺势集中兵力展开规模空战，一举摧毁巴军预警系统和防空作战体系。毫无疑问，印度空军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部署以攻势制空加纵深打击为核心，强调先发制人。在距离印巴边境150至300公里处前沿阵地，除了部署阿卡什中程防空系统，以拒止巴方战机越境，还在安巴拉部署第17精剑阵风中队，负责对地打击和强势制空。在斯利奈加部署苏30 MKI， 提供远程护航。这些前沿阵地处于巴基斯坦战术导弹射程边缘，但又足以保证战机快速抵达冲突区域。在距边境400至600公里的纵深基地，瓜廖尔部署 S-400防空系统，提供远程区域防空。旁遮普邦阿达姆普尔空军基地则部署 A-50EI 和 EMB-145I 预警机。印度近期在印巴实际控制线沿线还部署了多套萨姆尤克塔高频电子战干扰系统，旨在全面压制巴基斯坦军队依赖的 GPS。不过对中国的北斗则无能为力。巴基斯坦空军则采用弹性防御加伏击战术，距边境200至400公里核心基地中拉飞机驻扎了第15眼镜蛇歼十 CE 中队，作为力量倍增器，负责高端制空。白沙瓦空军基地部署中国制造的 ZDK-03 预警机，以及部署有装备 DA-20 猎鹰电子战飞机的第24中队，并配备中国地面干扰站提供电磁掩护。伊斯兰堡拉瓦尔品地走廊卡拉奇港部署新交付的红旗 9BE， 以实施要地防空，而萨哥达、穆扎法拉巴德周边和西亚尔科特防线等前线机动部署红旗 9P， 对印度战机形成真空打闭环。同时，枭龙博阿克3在边境附近机场轮换，执行中低空格斗、对地支援、诱敌和补盲等多重任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并未对印度空袭的导弹做出拦截，也并未在空袭时对印度战机发起攻击，
而是选择在印度战机空袭得手返航之际发起雷霆攻击。显然，印度空军执行空袭时会采用低空突防战术，尽量利用多山地形躲避八方预警机侦察。攻击编队还会规划防空压制航线，伴随有反辐射导弹威胁，八方地面防空雷达开机，反而易遭反击。同时，印军阵风和苏30 MKI 等护航机群处于战斗空中巡逻状态，电子战系统全开，且保持对空搜索雷达主动扫描。此时八方进行截击和防空反击的风险较高。而印军完成空袭后，飞行员成功完成任务后警惕性降低，为了快速脱离，可能提升飞行高度，未必保持低空战斗编队，且返航阶段，战机屁股朝向八方，无论是雷达散射还是红外特征都是最为明显的，远比战机前向方向容易探测和跟踪。加之返航阶段燃油一般不是太充足，不足以支撑其转向进行接战，或被攻击时持续进行大能量机动。从政治博弈上讲，返航阶段击杀可传递惩罚性威慑信号，同时巴基斯坦便于主动管理攻击态势。可以想见，当印度空军执行空袭行动时，八方预警机已经在相对较低空域执行隐蔽监视，离 A-20 猎鹰电子战飞机也在空中巡逻待命。一旦监视到印度战机返航，预警机和电子战机将适当爬升，以便在多山的克什米尔山区遂行稳定探测、跟踪和电子干扰。同时，指挥歼10C-E 等战机快速升空，红旗 9P 等地面防空系统开机待命。此刻，印度预警机应该并非返航状态，仍然在严密监视边境线。一旦发现八方战机，将指挥防空护航战机前出拦截。所以这一阶段，双方对空中态势感知能力的强弱将极大影响空战走向。印度 A-50EI 预警机采用俄罗斯190吨级的伊尔 76MD 重型运输机作为载机，用 L 波段以色列 ELW-2090 费尔康有源相控阵雷达代替俄罗斯 Vega M 雷达，其中 ELW-2090 雷达采用3面固定阵列电子扫描，实现360度覆盖，扫描速率比机械旋转雷达快5倍。通常盘旋飞行在10000米高空的半径100千米的巡逻轨道上，空中滞留时间4小时，一次空中加油后可延长至8小时。对 RCS 等于5平方米战斗机的探测距离为400千米，对 RCS 等于 0.1平方米的巡航导弹探测距离为120千米，可同时跟踪300个目标，引导24枚导弹攻击。该预警机集成了 ELM-2610 敌我识别系统、ELL-8321 电子战和电子情报系统、多频道通信和情报交换系统，以及多个宽带数据链路，采取了较为成熟的抗干扰技术，包括自适应波束制零，可在干扰源方向形成盲区，具备 LPI 低截获概率探测模式，还加装印度 DRDO 开发的 Tempest 电子支援措施，可识别中巴雷达信号特征。客观说来， A-50EI 作为战役级预警机本身并无明显短板，但是其指挥通信子系统要兼容印度空军俄制、法制和国产战机，以及俄制和国产地面防空的多种数据链，需通过俄以联合开发的转换器实现信号互通。加之以色列雷达与俄制载机平台的电磁兼容性问题，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仅120小时。比如2019年印巴空战中， A-50EI 发现八方 F-16编队越境，但未及时识别低空渗透的枭龙战机，同时与地面防空系统的数据通信延迟约40秒，导致拦截 F-16的时间窗口错过。巴基斯坦的 ZDK-03 喀喇昆仑鹰预警机的载机是60吨级的中国运8 F600 中型运输机，采用成本较低的 KLC-3 单面阵机械旋转式相控阵雷达，每10至12秒才能完成一次全景扫描，存在短暂盲区。对 RCS
等于5平方米战斗机的探测距离为300至350公里，可同时跟踪60至80个目标，引导16枚导弹攻击。抗干扰措施包括频率节变和脉冲压缩技术。ZDK-03 最近已经接受了系统升级，可能已经换装新型预警雷达。同时 ，ZDK-03 展现了优异的低空目标探测能力，针对克什米尔山区的复杂多镜反射做了大量优化。2022年，印巴边境危机期间，印度苏30 MKI 低空渗透时，便被 ZDK-03 发现。ZDK-03 更具备数据融合的压倒性的优势，与中国制装备无缝协同，从而可以抓住短瞬即逝的攻击时间窗口。另外，此次空战的主力歼10CE 和阵风虽然并非5代机，但军队正向雷达散射做了优化。法国达索公司吹嘘道，阵风战机从研制之初就已经进行了系统的隐形规划，在气动外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配合进气道的弯曲设计和做舱盖镀金的措施，雷达反射面积仅为幻影2000战机的1/20，加之 Spectra 综合电子战系统，可以侦测雷达信号，并产生反向相消电磁波，以降低雷达回波强度。正向空挂载 RCS 仅是 0.1平米左右。为了保证阵风战机在未来10年之内依然拥有国外买家的订单，达索还考虑在阵风战机上使用其研发的新型隐形涂层以及宝型弹舱，以配合其机腹中的半埋式武器挂架。同时，在2009年阿联酋举行的高级战术领导课程军事演习中，阵风依靠飞行员技艺高超的多次大过载的机动，在视距缠斗中多次锁定了 F-22。加之阵风的 RB-12AA 有源相控阵雷达具备5代机的低可截获特征，装备了第3代红外成像模块，泰利斯萨吉姆的 FSO 前扇区光学系统，还搭载了号称能抵御 F-22锁定的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机载电子战系统之一 Spectra 综合电子战系统。这些都给印度一种美好的错觉，阵风不是5代机，却胜似5代机，单价2.4亿美元绝对物超所值。不仅枪挑单价仅6000万美金的歼10不在话下，击落单价1.2亿美金的歼20也是触手可及。继2016年88亿美金购买36架阵风后，印度于2025年4月再花费74亿美金购买了26架阵风 M 舰载战斗机。而歼10CE采取的隐形措施包括 DSI 进气道、金沉积镀层座舱盖、主要反射面铺设锡箔材料等等。空挂在正面 RCS 可能在约 0.5 至 1.2 平方米之间，纸面隐形能力远不如阵风。但在实战中，阵风战机即便已经打光了对地攻击的弹药，抛掉了副油箱，但还是要外挂自卫用的空导弹，加之屁股对着8方预警机，雷达散射和红外特征无比明显。而歼10CE采用超视距高端制空作战模式时，可仅挂载一个副油箱和4枚霹雳15，无需挂载霹雳10，由枭龙战机执行中低空近距格斗。加之又是隐形效果最好的正向面对印度预警机，反而能达到较好的隐形效果。有限隐身如同轻量化装甲，虽不能单凭此取胜，但有可能为飞行员争取到关键的秒级时间窗口的战术选择权。此外，虽然没有披露交易信息，但据推测，YLC-8B 型 UHF 波段机动式预警相控阵雷达 SLC-7 型 L 波段多功能相控阵雷达可能在巴基斯坦已经进行了实战部署，这两者均能提供强悍的探测隐形战机和小型无人机的能力，与红旗 9P 的 HT-233 或改进型相控阵搜索火控雷达进行协同组网。阵风战机所谓隐形外衣更是一撕就破。同时，猎鹰 DA-20 电子战飞机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遂行电子情报收集、电子对抗、通信对抗等。其中通信对抗采用了中国电科研制的 JM-1101 综合通信对抗系统，
能够对敌方战术通信系统、空地数据链进行截获、侧向定位，然后进行干扰和压制，从而让对方作战效能迅速下降。2019年印巴空战中，猎鹰就成功对印度空军战术通信系统进行了截获、定位和干扰，阻断了印度空军指挥控制系统。由于没有掌握正确战场态势信息，印军飞行员阿比南丹驾驶米格21孤军深入，巴方伏击得手将其击落。显然，先进数据链是印度空军又一个薄弱环节，其要兼容巴基斯坦军方十分熟悉的 L 波段的北约 Link-16数据链，中国军方十分熟悉的 UHF 波段的俄罗斯 TKS-227 数据链，性能较弱的 UHF-VHF 波段的印度国产 TACDE 数据链，以色列 ELW-2090 预警雷达采用的定制专用数据链。这将导致整个数据链的通信时延不可控，抗干扰机制复杂且漏洞百出。在近年来中美高频度、高烈度的电子对抗实战中，中国针对 Link-16的跳频、扩频抗干扰机制、十分多指协议或者加密握手协议均有战术干扰手段。印度国产数据链则可能缺乏高强度加密和抗干扰设计。干扰俄罗斯数据链对中国来说也并非难事，这将阻断印度预警机与苏30 MKI 米格29 277空导弹和 S400远程防空导弹的联动。中国近期也完成了对猎鹰电子战机的全面升级，推测是对付2019年印巴空战后印度空军升级的新一代战术通信系统。另外还传闻，巴基斯坦与中国联合开发了克什米尔特公版电子战算法，巴方拥有20%算法专利权。这可能正是巴基斯坦这次所说的联合研发歼 10CE 的背景。山区多镜效应不仅影响预警，对电子干扰的影响也极大。基于巴基斯坦提供的2019至2024年间积累的克什米尔实地电磁环境数据，以及对印度 A-50EI 预警机 S-400 雷达的实战对抗干扰经验，中方通过 AI 实时学习与地理电磁数据库深度整合，来消除山地杂波干扰。针对阵风 RBE-2AA 雷达的脉冲指纹进行识别，针对 A-50EI 预警机进行雷达回波模拟和欺诈。克什米尔特公版电子战算法自然会嵌入歼 10CE 的 KRKL700A 电子战吊舱、ZDK-03 预警机和 DA-20 猎鹰电子战飞机中。在巴基斯坦空地一体多层次雷达融合探测体系下，印军的常规电子干扰战术基本无效，反而巴方能够基本阻断印方的空中态势感知和战场指挥能力，实现战场单向透明。接下来就是点名式的克什米尔猎杀高炉攻击。ZDK-03 预警机可引导红旗 9P 发射 FT-2000 拦截弹，其弹长为 6.8 米，弹径为 0.466 米，采用尾部大型十字尾舵的设计，出口版最大射程被限制在150千米。不同于自用版红旗 9B 的双脉冲技术，外贸型红旗 9P 使用成本较低的单式双推力方案，即采用嵌金属丝药柱燃速分级。第一阶段是大燃面低燃速推进剂，提供约5秒的高推力助推段。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后，以嵌金属丝端面燃烧方式为发动机提供2级燃面，采用高燃速推进剂，以满足第二阶段长达15秒的低推力续航要求。FT-2000 拦截弹的中段制导模式灵活，可通过预警机、红旗 9P 配套 HT-233 相控阵雷达、北斗卫星辅助制导。导弹在距离目标20至30公里时，开启 X 波段主动雷达，自主锁定并攻击目标。其机动过载35G，末端拦截速度大于等于4.2马赫，不可逃逸区约60千米。180公斤的高爆破片定向战斗部的杀伤半径大于等于50米。歼10 CE 可以采用全程雷达静默攻击模式，根本无需打开火控雷达。在 ZDK-03 预警机的引导下，
多架监视 CE 加速大迎角飞行，并齐射霹雳 15E 进行饱和攻击。大初速的高抛发射进一步扩大了霹雳 15E 的不可逃逸区。我们知道，霹雳15导弹服役近10年来，仍然是除了霹雳17之外唯一的双脉冲固体火箭空导弹，其有效射程150至200公里，远超美制 AIM-120D 的120千米。出口版霹雳 15E 的射程被限制在145千米，仅比流星空导弹150千米的射程略短。流星空导弹采用高能含硼固体燃料，其比冲可达到6000至12000的水准，是传统空导弹的火箭动力燃料比冲的3至5倍。全程通过吸气燃烧维持3至4马赫的速度，还可以通过调节推力大小分配冲量，采取高空巡航、补充攻击等弹道来延长动力段射程与增加末端交汇时速度。理论上不可逃逸区极大，甚至有可能具备2次攻击的能力，即在错过目标后再次启动发动机，在双向数据链引导下转向再次攻击目标，这是传统空导弹无法做到的。但冲压发动机结构复杂，依赖空气进气，最高弹道高度一般不超过15000米，而且其在克什米尔高原地区的复杂大气环境下的工作效率反而降低，所以冲压发动机推进的空导弹的极限射程并不高。此外，虽然印度2016年已经采购了150枚流星导弹，但导弹的双向数据链为了适配印度空军需要进行修改，而流星导弹是英国为主，法国、瑞典、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6国联合合作研发的。9年过去了，似乎迄今为止仍未交付给印度空军，更不要说服役形成战力。所以到目前为止，印度购买的阵风只能使用射程仅60千米的米卡空导弹。印度不得不在2022年采购了射程100至150公里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的 IWE-2空导弹，作为阵风超视距空战的武器补充。而苏30 MKI 和米格29则装备国产阿斯特拉 MK1 空导弹，淘汰了俄制 R-77 导弹。至于160至180公里射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的阿斯特拉 MK2 导弹则仍在测试。当然，即使阵风挂了流星也没用，在电子战压制下，阵风遭遇了霹雳15的超视距先发制人的单向打击。霹雳15采用了与冲压发动机完全不同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其采用预制刻痕的金属膜片作为隔离装置，防止一脉冲燃烧室内的高温高压燃气侵入到2脉冲燃烧室内。在2脉冲点火压力冲击下，金属膜片可按照预制刻痕破裂，从而实现2级燃烧室分别独立点火和燃烧，以便合理分配推力及个脉冲工作时间。其攻击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首先，第一脉冲发动机工作，导弹以给定的爬升角开始爬升，爬升至25至30千米的高空，空气极为稀薄，导弹可以进行长距离无动力飞行。接近目标时，第2脉冲发动机开始工作，空导弹2次加速，能够维持高距机动，直至命中目标。可见，基于双脉冲推进技术和爬高弹道，极大提升了霹雳15导弹的动力射程，极大拓展了不可逃逸区。霹雳15的第2脉冲启动时，将进行中段和末端制导的交接。因为霹雳15中段飞行于30千米高度，而预警机和战斗机等空中目标的雷达一般设计为前视和下视，无法觉察从如此高度袭来的导弹。同时，导弹由预警机采用扫描跟踪模式引导，而非锁定模式，不会触发阵风的锁定告警 Spectra 综合电子战系统根本不会启动。等到霹雳15距离目标约18至20公里时，第2脉冲启动。同时，但在主动相控阵雷达导引头开始工作，完成中段和末端制导的交接，敌机处于第2脉冲的不可逃逸区间。在最后1秒计数的时间窗口， Spectra 只能采用高功率相干干扰波束
来进行定向干扰，而对双向数据链的干扰、虚假信号欺骗等对抗效果就不明显了。Spectra 然后根据空导弹制导类型自动调整箔条和热焰弹的投放节奏，以最大化干扰效果。同时，阵风在凭借高距机动来摆脱导弹的跟踪波数，并消耗导弹能量。应该说 ，Spectra 对付老式雷达还是有效的，使其在阿富汗战争、索马里内战干预打击 ISIS 等这样的弱电磁对抗的战场中能够全身而退。而霹雳15这种高性能导弹的导引头会采用频率节变、脉冲压缩等技术，使 Spectra 难以锁定其雷达信号，还会分析干扰信号的时频特征，过滤掉阵风的干扰波数。箔条质心干扰反而比较棘手，低成本箔条诱饵被抛洒于战机附近，二者都处于导弹雷达导引头的同一个分辨单元之内，使得雷达导引头去跟踪诱饵目标和雷达目标的合成质心。通常箔条诱饵目标的雷达截面积是战机的2至3倍，合成质心更靠近箔条诱饵目标方向，所以雷达导引头跟踪箔条诱饵目标的概率大于跟踪战机的概率，加之战机采用恰当的机动，就可能摆脱雷达导引头的波数。这就需要雷达导引头采用小于2度的极窄的毫米波高分辨率波数，同时但在计算机具备极强的处理能力，并通过强力算法以过滤掉箔条低速目标、识别箔条反射雷达波的极化特性等。阵风通过高 G 机动加箔条仍有一定概率逃脱，但霹雳15的高性能相控阵雷达导引头会急剧压缩其生存空间。霹雳15飞临目标侧面后，在导弹弹体中部的多通道周式激光近炸引信发射的激光束被敌机遮挡而起爆，可控离散感乌合金战斗部被爆速超过1万米每秒的高能炸药抛射，从而实现对阵风战机的拦腰切割。巴基斯坦歼十 CE 与红旗 9P 协同击落印度阵风战机的空战事件，其意义远超单一战果本身，标志着全球军事格局与战术理念的深刻变革。这是中国制造的战机首次在实战中击败西方昂贵的顶尖装备，有望打破此前 F-35、阵风等西方战机在军贸市场长期的话语权和技术神话。此次空战还无可辩驳的证明，有机的体系融合远大于单一的高端装备性能。预警机、电子战机、战斗机和防空系统的低成本、高融合的无缝协同的作战模式，为中小国家对抗军事强权提供了强力榜样。同时，相比军事武器的性能参数，自主可控的技术基底、开放融合的体系架构和持续迭代的战术算法才是可持续军力的保证。这一案例必将写入各国空军教材，成为研究21世纪空中力量转型的经典范本。